大家好，我是东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圣千金》的第10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基奈轻松的战胜了千春节，我本以为伊华找来的那个什么凶人姐妹花，那纯的就是龙套送经验的嘛。可伊华却表示，精彩的现在才要开始呢。这个姐姐梨子才是姐妹里面的真正危险因素。如果说妹妹看起来还像是个正常人，那么姐姐简直就是战争兵器的化身。关于她们两姐妹的各种传说和战绩，其中有80%都是姐姐的威风事迹啊！怎么才80%啊？根据尾页的内容所说，这两姐妹是岐岳县的一个暴走族的分支团体，结果因为她们两个引发的暴力事件啊，就直接导致地区的大乱斗，最后呢还把组织都给搞分裂了。在这张图里，我们还看到了几个熟悉的组织名字，这个阴暴地带就是米老鼠的那个组织了，余乱第二则是第一部里被王马一个人就团灭掉的可怜暴走族。另外说到梨子这边，她极度壮硕的身材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觉得我操，这身肌肉怎么才80公斤啊？怎么说也得100公斤嘛。但是现实就是格斗行业里很少有这种身材巨大又低体脂的选手。在柔道领域里，大体重的女子选手会比较像地狱变里的古金巴那样身材丰满。况且姐贵要是拖着100公斤的体重，100米能跑11秒多，那也太离谱了。拳击领域里身高超过180公分的女子选手，那很多打的都是70公斤级的比赛啊。然后顺着这个思路，我找了一下，还真找到了一位疑似姐贵的原型加比加西亚。这位重量级女选手身高187公分，体重超过了100公斤。曾经是巴西柔术的顶级王者，可以说是称霸了各种巴柔赛事。但是这个大妹子的遭遇可以说是逆天级别的，她在柔术领域无敌过后呢，选择是转战综合格斗，然后她就跑到了日本签了一档格斗节目。结果这个节目它压根就不是什么好鸟啊，是那种介乎于正统格斗赛事加综艺节目之间的节目。加西亚被安排要和一堆40-50岁的大妈打比赛，虽然这些大妈曾经是格斗界的先驱人物啊，但是如今都缩水的看起来和菜市场里面的老太太差不多了。加西亚不仅要和这些老中分打毫无意义的比赛，还要在比赛的造势环节忍受各种辱骂。我严重怀疑这个节目就是找个外国人来疯狂羞辱的。他们开发布会的时候，背后的宣传海报还是半圆画的，真就是离谱中的离谱啊！最后直接给加西亚整成抑郁症了。更离谱的是，她后来找了个男的结婚了，本以为可以缓解一下事业上的不顺结果前段时间又爆出她被老公给家暴了2年之久啊！我翻了一下她去年的柔术比赛，那身材已经完全走形，变得非常之臃肿，还被比她轻60-70磅的对手给击败了，竞技状态也是严重下滑。不过考虑到她早年间有被查出过类固醇违规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没有懒子的情况下，要想练到姐贵那个体格，肯定是打了针或者吃了药。扯了这么多，我们说回正题和气势汹汹的姐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小巧玲珑的功夫娘。不能说是玲珑甚至感觉有些消瘦。但天马表示，切不可小看此人。功夫娘本名叫做李幼八，是真正在李格斗界达到了王者段位的人。她是沙洛武斗会的女子冠军，本次比赛最有名望的选手。这里作者展示了一堆目前知名团体里面的规模排行，这几个出现的名字几乎都能在全员米老鼠那一话里面找到李幼八的团体即便只排在中游，对天马他们来说也是高不可攀的贵人更不用说最顶端的全员炼狱，那可能真的是不敢想的目标此时一华提到沙洛武斗会和花奈这边好像关系有点复杂。日本的3大黑道之一仁和组旗下有个叫蚕池组的，武斗会就是他们组织目前最卖钱的生意而花奈的组织叫做神宫氏组，那光听起来就是个弱得要命的小组织像这种同行的人直接跨组织来参赛的越界行为，花奈连屁都不敢放一个，那实在是太惨了。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没办法和大组织作对。而且如果李幼八在比赛中不幸受伤了的话，敌对组织还很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来找麻烦呢。不过花奈表示，这样做好处肯定是大于弊端的。李幼八这样的名人参战，能给比赛带来巨量的热度。天马这才反应过来那个功夫娘该不会是要跳槽到我们这种小组织来吧？
哪有这种好事啊？华奈这边好像早就跟蚕池主谈过了，碍于这种跳槽会让组织很没面子，所以最后蚕池主是把李幼八租给了天马的组织啊。3个人讨论过后一致认为，这个李幼八多半是以为我们是个什么很有钱的新兴企业，为了那500万的赏金才来的吧。这里来顺带一提，漫画里设定的里世界收入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高啊，起码不会比表世界高，不然大家岂不是都跳槽来里世界打工了？像全院里战鬼杯的冠军奖金有5000万，里人一共打了5场比赛，光预赛就花了6周时间，算下来工资也没有高太多啊。像隔壁的预言杀手山冈派人暗杀黑道的组长也才1200万的费用啊，最后只能是祝愿李幼八能在不受伤的情况下顺利的拿走奖金吧。这样呢，对于天马他们来说应该是最和平的解决方案了。此时裁判表情严肃的示意比赛即将开始。我靠，什么春丽 vs 玛丽莎呀？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2位美眉那可都是嘴臭的高手啊！从漫画一开始就一直在神态自若的疯狂嘲讽对方。不过裁判宣布开打之后，李幼八却是慢悠悠的将手臂抬起又放下，做出了一副守株待兔的架势。天马对于李幼八的流派真意六合拳有所耳闻，这个流派在求道之拳里面就有出现过，是哑巴子捏他的新意六合拳。他之前呢也有把少林寺拳法捏他成炮林寺拳法。杰贵对于李幼八目中无人的样子很是不爽啊，他一边叫嚣道：“王八蛋，你以为你是成龙是吧？”一边做出抱小孩的动作走向。哟，看不出丝毫要进攻的气息啊！李幼八突然发起一记单手正中杰贵的面门，后者被打中鼻子和眼睛，一时间痛苦到直流眼泪。制造出如此绝佳的空档，李幼八藏在后面的崩拳啊，真是为此准备的。这招绝杀套路在之前的比赛里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不好！只听见一声打击肉体的闷响，李幼八整个人都被杰贵给扇飞了出去。他虽然是防御住了反击，但是这股巨大的冲击力差点就让李幼八那脆弱的手臂断掉。杰贵此时正展示着他那钢筋铁骨的巨臂，眼含热泪的讥笑道：“哎呀，被你躲开了！戳人眼睛这种招数啊，我们干架的时候那可是经常遇到的。我自然是有一套应对的办法了。”此时一华说道：“这个杰贵完全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啊！干扰攻击什么的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作用。”而一旁的花奈则是惊叹：“难道这个杰贵不仅是四肢发达而已，他刚才是用本能感知在反击吗？真是可怕的战斗天赋啊！”不过以技术见长的李幼八似乎很不认同这种肉体流的选手，他继续疯狂嘴抽对手，摆出了和刚才相同的架势。难道还想用崩拳决胜负吗？在调整了呼吸，仔细观察过对手状态过后，李幼八正准备出手，却看见杰贵高举起了右臂，这夸张的肌肉线条，血管好似不断的向拳头中输送的能量。杰贵如此的举动，就好像是在提前告诉对手，接下来我将要释放技能重锤火花了。一华大为震惊道：“哦，这是打算要出招了吗？”只见杰贵就这样高举着拳头，径直冲向了李幼八。这简直就是野蛮人的进攻方式嘛！李幼八被这种白痴一样的打法气的是直骂街，看这个字的形状好像是扑你老母吧？居然敢小看我！正面击中了，这一发崩拳看起来是非常有效啊！杰贵的肌肉中间凹起一个大坑，像是要被强大的透肌给贯穿了。但是他居然硬生生的给扛住了。即便是憋到面部红纹血管炸裂，杰贵也是的确的防住了李幼八的必杀打击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奥利巴对战龙树文的比赛。拥有极致力量的人对抗武术的办法，就是全程紧绷肌肉，一边扛下对手的所有攻击，一边优雅的完成自己的进攻。
这样一来啊，就算是再精湛的技艺，在绝对力量的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啊！说罢，致命的铁锤重重的砸向了利欧巴的天灵盖。我操，看这个样子啊，老将子都快要被打出来了吧？利欧巴这位种子选手啊，该不会一上来就要翻车了吧？这场比赛将会有何变数？还请看下回分解。本话结束。